你信不信关落音？其实我本来就是相信的啊，冥冥之中我们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的，我们可以去体验看看。我想要关落音的对象就是爸爸，里面有一个符铃，到临界好像通关密一样。现在看到一个女生站在那边，那是谁？你问她，她说她是我的未来老婆。一直到他离开，还是有点遗憾。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感谢他，跟拥抱他。唱词也可以。我想要关落音的对象呢，就是我爸爸，因为其实从我们分开到重逢，2014年跟他重逢，一直到他离开，其实也才3年多的时间。虽然这段时间就是我已经很把握时光。能陪他的时间，我就多陪他。虽然觉得我已经蛮把握时间了，但是依然觉得就是3年多还是不够。那这一次接受这个挑战，有这个机会，所以心里面就会很想要能够透过关落音来见到爸爸这样。因为关落音大家都知道，就是可以看自己的元成功，或者是跟过去的家人对话嘛。那也想要透过这个，我自己也想要试试看能不能够跟我的爸爸对话这样。但是呢，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要尊重他的意见。所以今天刚好是我爸爸的3周年，所以呢，我现在人在永恒文创园区，然后我们刚刚已经祭拜过了。那我等一下就要来问一下爸爸关落音的这个部分，我不会问一下他。真正的今日是要来问爸爸吼，第一个关落音的部分吼，敢唔当服车爸爸想要来尊重爸爸的意见。今日吼，拄好是你的3周年，希望吼爸爸你等下会当互我宝贝知影爸爸你的意思。我想看到的对象是我的外公，我的外公跟外婆非常照顾我们这一家人，对他的印象是每一件事情都是很快乐，没有任何的负面的印象。他过世的时候我在台湾，他突然好像得肺炎，2个礼拜内就过世了，我根本没有机会回德国看他。如果我有机会在临界看到他，我很希望他为我还有为我哥哥骄傲。这是八卦阵哦，我这样子有点看不清楚哎。你看不清楚哦，你不要看地上啊，看地上哇，地上有很多神明，对不对？对啊。那我就带你到里面，你头要低一点啊，不然撞到哦。好，进来。哇哦！不然其实都是一样的。对，这看起来都是福德正神哎。那因为我们台湾拜土地公的人是很多，特别多，因为土地公是财神爷，对，就帮我们发财。你看他的手都拿了元宝，就代表钱啊，对不对？工厂也会拜，那拜了之后，等公司收掉了，或是其他的状况不拜的时候，这些土地公就没有地方去，所以我们就把它收集到这边，让他们可以有一个安置的地方。你看后面那个几百年，你怎么知道他几百年？你看到他的脸，那个脸看起来就是跟我们这个土地公的脸不太一样。土地公的脸是看起来比较福相一点，对。然后那个脸好像是清朝，所以那一尊神明是什么神明？是王爷，所以他的雕塑的那种情况跟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如果人民的生活如果比较富裕一点，人比较福相，然后神明也比较福相。你有这么多尊的这个神明啊，他在哪边捡的，或者是说在哪里来的，从哪里来的，你都记得吗？这么多神明哦，他将近有1万尊嘛，土地公大概有6000尊嘛。那这些神明进来的时候都有造册，都有把他的故事说起来，都有号码哈。对，他都有号码。所以如果你要去找的话，其实都可以把它找出来。哇，如果他是人家遗弃的、丢弃的就没有。但如果他拿去庙宇里面，然后有登录，他是哪一个人送过来的，都有很清楚的造册。所以这些神明不能有任何的拿去变卖，然后是送给人都不可以。对。
那像你这样子，收留这些退休的神明这么久，你有没有曾经被哪一尊神明托梦过？托梦。他可能来感谢你啊。我大概在3、4年前哦，就有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因为跟重案会还要打官司啊，很多学校学生不敢收学生啊，然后就在亏损，一直亏损。也面临即将破产了，就没办法这样经营下去，也不想再跟重案会打，根本就是没有那个力量，因为你跟他打要钱嘛。对。但是这个时候。忽然间有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天啊，我老婆就从外面就跑进来哦，跑得很快就要进来说，我跟你讲哦，如果我们中奖的话，你觉得怎么样？我说你想钱想太疯了吧？我说我在电视上看到台中市某家幼稚园中了发票头奖哦。这个时候我就想，你怎么会知道？他说我看到那个。号码同一边那号码52759后面3个字盖住，可是好像是我们的哦。我说这多少钱？给你1000块就好了吧，好不好？他不是哦，他说多少钱？我说1000万呢。我说可能吗？不可能啊。然后之后就电视台打电话来啊，要不要采访一下？那时候。可以不可以领？不可以领啊！不可以领，不可以领嘛！不可以领？为什么说不可以领？我们的统一发票有同一边。同边不行，同一编号的发票。对，过了不久，国税局又打电话说可以领哦，所以因为可以领，我们才撑到现在。所以中了1000万。神奇吧？很神奇，神奇啊！那到底是哪一尊神明帮助我们，或是这么多的全部一起帮助我们？我觉得这次真的是对的人中奖，对人中奖。我觉得你是值得的，真的。对，我觉得很开心，很替你开心，非常。台湾人对神基本上还是非常尊敬的，是。除非他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他才可能对神不礼貌。基本上是很少的这样子的。有啊，这里也有那种神哦，就是人要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大概就找神出气。我让你看一下。济公师傅，济公师傅，这尊神明啊很特别，垃圾车捡的。大概20、30年前，台湾流行什么，你知道吗？流行大家乐，那要名牌啊，要开几号不知道啊，所以很多人就拜神明，然后有很多人就拜问济公师傅啊。所以他就是输到倾家荡产，对，然后拿济公师傅出气，拿他出气啊。不止拿那个菜刀就给他劈了，他把他的2只手都砍断了，然后还把他头劈成一半，手砍断啊！你看，把他烧成这样，哇，这也太不敬了吧！你看下一个，发生什么事情？看起来像是观世音菩萨，这个不是，还是圣母？对，天上圣母，对呀，也是妈祖啊。你看哦，烧掉对不对？然后整身的烧掉，然后丢到河里，漂流哦，整个脸都磨到都没了，鼻子、眼睛啊、嘴巴都不见了。看到吗？完全都平的。然后我们再看看另外一尊，看清楚哦，看。我看。就是这是圣母玛利亚，基督教的或者天主教的，这个也是人家遗弃的，不要了。好，所以我们还是要尊敬他，爱惜他。这个地方是他一个很好的归宿，就永远就住在这里。刚刚在这样子被整个环绕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一个无限大的力量在支撑着园长。因为做这件事情很辛苦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阶段他是没有办法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得到回报，所以他是无私的。对。所以我觉得我刚刚在里面，我感受到的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在支持着他。如果人集中自己的努力在一件事情上，可以做很伟大的事情。所以你就像园长这样。对，所以你选择哪一个方向，没人替你决定，你就自己决定。那我希望你选择的方向是对的，可以激励人家，可以当一个好的榜样，可以让人家乐观的看待人生，这样。看到这些神明被丢弃，心里很煎熬，很难受，信仰一开始每一个人几乎都是很虔诚，当你想发财、想健康，你就会很虔诚的膜拜神明，你不要太过度的限制。
你做任何事情，你都要想获得利益。你先有利益，然后你就想，然后我才去做事情，才去做，然后你才获得利益。这个动机不对，这个动机是不对，以后流浪的生命会越来越多。我觉得其实冥冥之中啊，就是有很多事情是没办法用科学或者是我们一般知道的一些原理去解释的。例如说像我爸爸过世的那一阵子，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习俗就是如果在头七或是告别式的那一天，昆虫或者是很大的蛾跑来的话，你千万不要把它赶走，因为那个可能是你的亲人回来看你。我爸爸那时候是告别式那一天，就有一只很大只，差不多有这么大只的金蛾飞到他的灵堂墙壁上，然后停了很久，他至少停了有5个小时，他都不走也不动，我们都没有去打扰他，他就一直在那边。然后在另外一件事情是我爸爸百日的时候，习俗是百日可能要做一些仪式，那我们那天是办了一个演唱会，也是有一只这么大只的蛾直接飞来停在我的手上，也飞到我哥哥的肩膀上。我愿意相信这件事情，因为都在一个属于他特别的日子，然后来到我们身边这样，而且是比较不合常理的，他感觉就是不愿意走，很像他回来看我们这样子。我觉得有一些事情真的是科学也完全无法解释，无法解释。像我之前看过我的一个女友被附身。被附身，我以前也不相信这个东西，我以为都是人家在乱想，或是脑子发生什么问题。可是有一次我跟前女友参加一个人的 house party，然后我们喝了一点点酒，没有很多，没有喝的烂醉，就是一点点。然后他突然去厕所吐，他吐完之后变了一个人。我去看他还好吗？是吗？你没事吗？他就转头看我。眼神变得不一样，很怪，然后说：“你好啊，我喜欢你啊，你很棒啊。”我想，但是说奇怪，我的女友平常不会这样子，很像陌生人，她的语言变得一个不能解释的吗？我听过的语言，他怎么说？他的语言就变成这样。然后他的表情很丰富，讲了1个多小时都没有停下来，都没有停。我就一直你还好吗？然后他就一直不停地讲。我们的朋友也过来，怎么了？他就看朋友我觉得鸡皮疙瘩，我每一次现在讲你的鸡皮疙瘩起来。那他有的时候撒一些英文字，有一时候你听得懂，有一时候你听不懂。他完全不跟我讲英文，完全不跟我讲英文。后来我们的共同朋友带我们一起去共同朋友的家，对，然后他就把他坐下来，然后摸他的肩膀，然后放香什么的，然后摸他的手，这样子什么的。大概过了10分钟，他就这样子，那个女的真的很烦，她终于不见了，她回到正常了。我刚刚都一直没办法跟你们讲话，所以那个女生她一直都有意识，她一直都有意识，但是她没办法控制她的表情跟嘴巴。她这个真的是被鬼附身。我真的觉得我这个人还是会保持一点怀疑的心态，我不会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发生，我不会觉得这个绝对不是灵魂，或是不是鬼。但是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有一些科学的说明，可能她的磁场或者是他的脑子可能脑波突然间怎么了？对，但是我觉得也有可能真的是鬼或是灵魂或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不会否认这个可能性。对，我觉得就是冥冥之中呢，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去解释的。那今天这样子做了很多改运啊，很多事情，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去体验看看。对，我想体验，我想看我自己有没有机会，因为我自己真的没有看过鬼，可是我的那个女友她会看到鬼。那我一直有点怀疑，我有机会，我很想看看我自己有没有办法看。你有机会的话，你很想试试的进入到也许是你从来不知道的空间，不知道的领域。对，我对那个很有兴趣。就是这边，小心。现在要跟我们的祖先沟通。哇，这是最紧张的环节。Hello， 你好。
你好，师姐你好，请问师姐怎么称呼？我姓何，何师姐你好。好奇一下这整个过程。整个流程的话，我们进来的话，首先要先报名，要先填写基本的资料，然后填写完毕的时候，我们就是出来的话，我们要先禀明神佛。对外的话，要先禀明玉皇上帝众神明。那我们在对内的话，有我们的主神、太上道主，还有众神明。那禀一下你们的基本资料。那我今天来的目的，比如说我今天来是要观灵，还是要探亡魂，那要把那些资料全部都禀清楚。我很好奇啊，是我去那个地方的时候会有意识吗？是我什么都听得到？当然都有意识，就是跟这边去的时候，我们会有神佛带领，然后我会跟你做对话，我们会一步一步的帮你带进去。带进去之后，你可以很清晰、很清楚的意识在跟我做对话。这个有点像催眠吗？还是？它跟催眠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完全的有意识，然后也走进去了。我可以问你说，你现在走到哪个地方啊？你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就是看到的都是我们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对。那整个过程大概多久？原则上我们是2个小时，那20分钟就休息一次，是4次。但是这样不是对啊，休息不就一直要重新进去？因为观礼的几率大概是1/7，就是大概7个人有1个人会进去，不一定是每个人进去哦。所以我也不晓得，所以就要看缘分了。不一定，就是要看缘分。所以这样子的步骤，我们要怎么？我们先填写资料。先填写资料。OK。要先填写资料。好，谢谢师姐。就是填写名字，还有你现在农历年，农历的话你不晓得的话，你写西元几年几月几号，我们会帮你做翻译成农历年。那这边的话，探亡魂就是它有2种，一个是探元成功，一个是探亡魂。那我想请问一下，与其他灵界探讨这是什么？对，这一个的话就是说，一般人来的话，有的只是好奇，本身的好奇，他没有要调他的元成功也没有要看亡魂，对，然后好奇说，这个真的会有这样的神佛出现吗？好奇，就是好奇心。看亡灵的话，什么谁都可以看吗？比方说，我想看 Michael Jackson 或是 Kobe Bryant 这种明星，也可以吗？原则上的话，我们观灵的话，就是探元成功的话，或者是探亡魂的话，是以直系亲属；如果探亡魂的话，是以下对上。就是比如说下对上父母或是自己的爷爷奶奶之类的，对，就长辈，对，或者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所以我只会看到我寻找的那个灵魂吗？还是可能出现的人不是我原本要找的人？没有，原则上我们是神明去把你的那个亡魂调上来，所以会依照你的资料把它调上来。需求就不会说他今天想要看的是外公，结果出现的却是外婆。如果说如果这样的更可怕，因为我外婆还有我。如果他出现，我又开始担心。OK， 我只是随便开玩笑，是不是？我只是随便举例。那有没有可能我第1次有办法进去，第2次失败，或是？原则上，只要你第1次能够进得去，之后大概都能进得去。那第1次就很关键。第1次看不进去，第2次看不进去，有的人来了3、4次之后，渐渐的才慢慢的才。可是这个可以看得到跟看不到。这个是跟什么有关系吗？其实是一个机缘，机缘是缘分的意思，缘分。所以像我这样的人，我可能比较保持怀疑的心态，我可能没有非常的相信这个。所以他是不是有可能有机会？其实我们这边有很多的，比如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他们是没有拜拜，没有拿香，没有拜拜，可是他们也是一样有过来，因为觉得好奇，想要了解，尝试看看。对，那他进去之后，他看到一般人是看到我们神桌之类的，对，他不是，他们是看到耶稣基督。OK，我看到耶稣基督在前面，所以你等一下会看到耶稣？没有，我不一定哦。因为其实看到的是主神，是可能就是有的人看到耶稣，可是会有带领的神佛，就是看你跟谁，跟哪一位神佛会比较有缘分，他就会过来带。所以我们不能自己选是吗？没有，不能选。很有意思 ，OK。
今天一整天下来，你现在给我的感觉跟前面都不一样。怎么说？我觉得你现在看起来比较正经。如果你要我解释的话，也可以说是我还是保持科学的心态，但是我的心态是，如果灵魂真的存在，说不定灵魂可以跨越到一个科学没办法看到的，科学没办法解释的世界，到一个 dimension， 我很期待这个，我也没有紧张，我是很期待，就是很正面的心情看待这件事情。师姐，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红布条它就是一般的红布条而已吗？对，一般红布条啊，里面有一个符令，里面这边这符令这个是什么？这代表我们这个胡同这里有那个咒语，就是说你们要到临界，好像通关密一样。跟大家讲解几点关临中要注意的事项：鞋子要脱掉，袜子不用脱，好，袜子不用脱，踏在地上，我们接这个地气，好，你们尽量放轻松，轻松为准，不要说我一定要看进去，或者我不要太有压力这样子。对，做的时候你们尽量双手放大腿，背靠椅背，让你们很轻松。反正就是一个我们最轻松的状态就好。对，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等一下开始把红带子绑上。我的幸福那最爱的三不爱的，听小主啊拍声拍多的我本啊，阮做好酒在幸福那背在你无爱中，日光西天的光天有我那阳光对你无多中，就像你为怕你为大高兴生气，今天不阳光就变好哟。悠悠不在路上行，搜索片，我太被叫来。一本书它是这样子翻开，然后一页一页这样子翻。那你这个珠光，你觉得亮度够不够？够。有没有真实感？没有，没有真实感。对，请他带你去看你的树，好不好？好，看到了，有。那个树看到，那是什么树？你看得出来吗？我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树，可是它很大，它有很多那个分支那个树枝说它整个中心那只，中心这很直啊。那你根有浮出来吗？根有浮出来吗？有一点点，但是它的土地里面的根也很深，非常深。那个土呢？土硬不硬？没有刚刚好。它的土颜色是咖啡色，然后上面有一些草，然后它的土上面不是很硬。我现在看是少侠，然后还有现在的一些信众，这都已经顺利进去，小小失落感。我本来以为应该每一次就会进去，不晓得是不是我没有放得不够松，可能少侠会放得松。希望等一下就是能够顺利的进去这样子。而且看谁？我想看到我的朋友，我想看到我现在看到一个女生站在那边。你问她，你说你是谁？我的老婆。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她说她是我的老婆。你结婚了没有？我没有，我单身。你觉得她长得漂亮吗？当然漂亮啊。当你老婆多久？为什么会这样子？你问她。她说3年。3年？现在看到飞机。你看到飞机？为什么你看到飞机？可能在飞机遇见还是什么？可能现在他是跑到这个空间来跟你先让你看一下。3年之后你才坐飞机遇到他。对。那你试试看，印证看，如果真的3年后你遇到的话，希望你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好，我现在在那个大峡谷，瞬间可以跑到。对，你1学期去过大峡谷吗？有。现在看的跟以前看的一不一样。以前是这样在上面没有爬下去，我现在在比较低的地方。不要跑那么远。好，该回来了。好。所以会有怎么样？还要怎么说呢？你刚刚去环游世界了对啊。我又要用科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件事情。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它会引导我
往某个方面想，你的脑子自己跑去一个地方，不代表那个是神帮你的。其实我刚刚想的都是我想要的东西，什么都很理想啊。所以刚刚你经历过的这一切，你都觉得只是你的想象。对，你不觉得你真的有进去那个灵界？因为我心没有感觉。那你这样子体验过这个事情之后，你会跟你的外国人的朋友建议他们也来尝试？可以试试看啊，是蛮有意思的啊。对啊。嗨，默默，你是我们制作团队的其中一个员工嘛？对，那你今天第一次参加观落音，对不对？我第一次来，所看到的画面，某部分有反射出你潜意识的一些想法吗？我中间其实，在过程中，我都会去怀疑说，是不是那本来就是我看过的东西，我想过的东西。那一段我觉得我还可以抱有着一份迟疑。唯一可以最确定的是，前面师傅们没有引导我的那一段，那是真的是真的。我从看到人，然后看到观音，看到走廊，看到隧道那一段，都没有人带领我的那一段，那个我可以确定，那真的是一个，就是我自己的，来自你自己的，不是别人引导的，那段可以非常确定。这一次没有看到爸爸是有遗憾吗？我觉得还好，其实自己并没有觉得爸爸已经过世了，你知道吗？我觉得好像随时都会。某天就说：“我下班回家了。”就是我们心里还没有接触爸爸，真的接触爸爸过世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真的关到爸爸，然后而且是在一个很宗教的一个环境之下，或是我反而会就觉得，那他真的走了，是不是有可能你今天没有看到他，因为你逃避？心里家人都不接受这一块，我们可能在骗自己吧。对，可能在骗自己。我有跟他说，我平常有去一个地方检查某家医院，那他叫我问观音说：“那我要不要换另外一家医院？”或是还是继续在这？那观音叫我换一家，叫我换成我表姐去看的那一家，然后他就有秀一个医生的脸给我看，然后后来师傅有叫我要清楚看到那个医生的名字，所以你还记得吗？姓什么？我记得医生。那你要不要去查一下网络上？现在查有没有这个人？如果有的话，哇哈，精彩！你希望真的有这个人吗？还是你如果看到你会害怕？有的话，我等一下应该会心脏病发。真的有？就是长这样。我不知道结论，你信不信观落音？经过这次，我蛮相信的。简单来说是不相信，因为它其实是另外一种方式出现，它有点像是对我来说，有点像是能量或是冥想的东西。透过你的潜意识去激发出来。可能华人跟德国人比起来，特别需要像观落音这种地方这种疗程。德国人平常习惯比较直接的分享自己的烦恼，跟可能家人分享，跟好朋友分享。可是台湾人平常压抑一点，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会透过这个观落音舒压，或是改变自己对生活的心态，变得更乐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台式心理医生，我觉得这个很有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什么这个存在这么久，因为它确实是帮很多人想开。欢喜那拜世音，袂记做着拜世音，见着那中的拜世音。南无天父，南无天父，欢喜的拜世音。我想要观落音的对象呢，就是我爸爸。2014年跟他重逢，一直到他离开。其实也才3年多的时间，他曾经有跟我讲过，他觉得他没有好好的照顾我们。虽然我们当下都跟他说，没有爸爸，你对我们已经很好了，但我相信他心里面可能还是对于这件事情有点遗憾。等一下马上就要开始观落音，但是其实之前接到这个挑战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觉得要观爸爸之前，我应该要先尊重他的意见。前后连红白世音，南无天父，南无天父。这次跟酱子也可以开会完，知道观落音这件事情的时候啊，
我的心情其实是蛮中立的，也没有说很希望跟爸爸透过这个方式对话，或者是不希望。但是呢，我跟我的家人，就我哥哥讨论完之后，觉得这件事情毕竟还是要尊重一下爸爸，所以我就今天就来保归了这样子。我的心情是完全就交给爸爸去决定。如果爸爸同意的话，那我就会很放心，也很正面的去做这件事情。那如果爸爸不同意的话，也许下一次还是有机会，但是我觉得这次还是尊重爸爸的意思，因为刚刚寡杯的结果是某杯这样，未来也许还有机会。但是这一次他的选择是先可能看元成功这样子，但就尊重他的意思。可以形容一下厨房给我听吗？它是比较现代的还是古代的感觉？比较现代的。哦，比较现代的，那就是瓦斯炉咯。对。那看一下有没有米缸？有。好，米缸呢？你告诉我，米缸的米是干净的还是干净的？是很新鲜的。好，那红色的桶子。那我们看一下厨房有没有后门？有啊，后门是关的还是开着？刚刚就是有人从那边进来拿那个菜啊，进来，对，从后门。对，原则上我们后门尽量就是不开着的 ，OK， 因为总是会漏财，好，就是容易招小偷嘛，所以容易漏财。那我们把后门给关上，再来我们就是可能要去看你的生肖，就是调你的身体的部分。哦，我们来找找看你的生肖。我看到一只狗了，我们双手合十，好，请示神佛。为什么我庭院里面有一只狗？是我养的小狗，还是有任何的？它是我以前的狗狗。啊，是你以前的狗狗，所以它现在就在那个地方。嗯。啊，那就 OK 嘛，您就觉得很高兴，因为之前养的狗至少还看得到在你的庭院里面。OK， 来，那我们现在先感谢一下观世音菩萨，还有你的主神啊，关圣帝君、福德正神，还有观世音菩萨。好，先感谢他们能护持你，好，也谢谢观世音菩萨能够带领你进来灵间。那当下其实我因为情绪激动的关系，其实我已经哭了，可是因为盖住眼睛的关系，所以看不到。我很思念我的狗狗，然后在那个情况之下，我突然间看到它，而且它还走到我的脚边。可是其实我当下的情绪是，我不想要放下我的狗。整个过程里面，观元成功的过程里面，最真实的反而是我抱到我的狗的这件事情，就是还很想要继续抱它这样。啊！我看到我以前的狗狗哎，真的，哎呦，那它有跟你说什么吗？没有啊，它不会说话。也许你有一些心灵上的讯息，它没有讲话，可是可能它有传达一个感觉给你，一个感受。他就是叫我抱他，抱着他之后有没有比较开心？有啊，我很开心，我刚刚很激动。你是多久没有看到他？他是2016，所以4年了。所以那你这4年有梦到他吗？常常。有。那梦到他是开心还是难过的？开心的。开心，所以每次看到他都是开心，这次也是开心。你觉得是你看到他是你想看到他，还是他想看到你，还是你觉得你怎么会分析这个事情？因为刚刚是先进去我的元成宫嘛，然后看起来很像我以前小时候住的房子。师姐她说要叫我出来找我的生肖。可是我没有找到我的生肖。我出来之后，我就看到一只狗走进来，然后我就说我看到一只狗，很像我以前养的狗。但是那时候它还在走进来，我不确定。是后来它走来我旁边，我才确定，然后我就把它抱起来。你感觉你有真的抱到它吗？我真的觉得我抱到它。你身体有就是抱在手上的。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会看到我的狗。你想念它？可能是。然后可能我也很想念我的爸爸。所以我才会走到我小时候跟他一起住，因为我那个房子是跟我爸爸一起住的房子，那个场景真的就是我小时候住的房子的感觉。狗狗跟那个地方，就是都已经是回不去的地方。我们今天本来就是都带任务来这边，你是想看到你外公嘛？对。我还是觉得这个事情跟神没有太大的关系啦。我的观念呢，其实我的心态有改变，但是不是因为我突然相信这个都是跟神有关系的，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可能是来自我们潜意识，我们的潜意识会让我们想到我们想要看到的画面。刚刚在观的过程中，我有看到我的狗狗嘛，我有抱它。
但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如果可以看到爸爸，除了感谢他之外，我也想要抱抱他。但是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能够像这样子的去拥抱他。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感谢他跟拥抱他。那我想说，我可能没有特别渴望看到我的外公，所以因为我已经放下这件事情。可是我的心态改变的原因，我发现我原本的出发点是，如果这个事情不是真理，不是真相，我们不应该相信。所以我反对错的东西。可是现在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对跟错，因为重点不是这个东西到底是神还是心理因素，对，重点是它会不会对人对你有帮助。好的帮助。对。那我刚刚不是跟你说，就是我看完的心情好像跟你比较不一样，因为我刚刚一开始问你的时候，你说啊你很开心，然后我刚刚不是跟你说我的情绪跟你不一样。虽然我刚刚那个当下呢，我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心情不好，也许我表达出来的心情不好，可是其实我没有心情不好，我的情绪是比较，刚刚是说遗憾，可是我觉得现在好像又不是像真的是遗憾的感觉，我觉得反而是去怀念两个我很开心，我非常幸福快乐的时候。就是我以前对于这个观落阴有一点点小小的害怕，就是道听途说啊，或是听人家讲啊这样子，可是现在自己真正亲身经历过，到你跟我分享这些整个事情之后，我反而觉得，其实我会蛮鼓励大家可以来试试看的。对，真的不可怕，完全不是就是恐怖的事情。对，完全不是。神不是为了人而活，不是为了人而办事，所以我们不应该求神给我们礼物，我们应该要想我们怎么可以让世界变越来越好。信仰它是一个力量，即便观落阴不成功，也不会影响我对信仰的相信的程度。所以如果能够透过观落阴来跟爸爸见面，或是跟他对话的话，我很希望可以告诉他，谢谢爸爸，我已经觉得你对我付出很多了，你对我的好，我已经很满足了。喜欢我们这次的挑战吗？喜欢的话，请帮我们按赞加分享哦！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酱子频道，而且你要开启那个小铃铛，不然你们会错过我们每一次的挑战。还想看我们做什么挑战呢？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你们还可以 follow 我们的 FB 和 IG， 这样子你们看到更多精彩的花絮。今天就这样子吧，我们下一次见，拜拜。这样真的可以吗？这样子也可以。